在湖南大山的群山當中，一個看似平平無奇的山谷，竟然有一段塵封的歷史。在山谷的入口處，偶遇了一位當地的爺爺，他告訴我，在50年前，這裡是一處軍事禁地，戒備森嚴。一條清澈的山泉水從幾公里外的山頂流淌到山下。我們一路前行，路上泥濘不堪，沿途有山下的村民布置了幾公里長的山泉水管。那麼50年後的今天，這裡又是一番什麼樣的景象呢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天福。今天我來到了湖南的一個小山谷裡。現在我所處的位置呢，就是這個小山谷的入口。在我的左手邊呢，就是當地村民開墾的一塊小菜地，種了點蔬菜。在我的右手邊是一棟廢棄的紅磚房，在這個紅磚房裡啊，當地村民還堆放了一些木材。在這個地方啊，大家可不要小看了，在50年以前啊，這個地方可是一片禁地，不是誰都能進來的。那麼關於這個山谷裡是什麼樣的情況，我們等會兒邊走邊跟大家慢慢的聊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跟天福啊来給大家拍這一期視頻。在這個紅磚房裡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這也是村民啊晾乾的一些柴火。右手邊呢，看到這個種的蔬菜啊，都是非常多的橙葉。其實啊，有橙葉的蔬菜才是最好的。往往那些蔬菜啊，打得綠油油的，都是打了很多農藥的。每家每戶，尤其是自給自足的一些村民，他們所有的青菜是不会打任何藥，所以菜葉上面都會千瘡百孔了，可以用這個詞語來形容。現在呢，我們要去這個山谷裡面呢，去看一看。為什麼要去這個山谷裡呢？剛剛在這個入口處啊，我們碰到了當地的一位叔叔。只是我的相機啊，因為打開慢了，所以就沒有把他的採訪的一個視頻啊給拍攝下來。那麼現在呢，我給大家口述一下這個山谷的一些相關的歷史。像我的左手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這是山茶花。然後呢，這下面呢有一條非常清澈的一條溪流，從山谷這裡面往下流下來，而且水啊非常非常的清澈。而且剛剛這個山谷入口處的村民告訴我們呢，這個水啊可以直接飲用，但是為了安全起見，我們還是不去喝它，因為現在是冬天，水呢也比較涼。而且看到這個溪流裡面，你看有非常多的管子，一直延伸到這個山腳下去。以前這條路呢是非常熱鬧的一條道路，在50年以前，只不過時至今日啊，這條路呢慢慢的廢棄了，而且裡面呢好像是說只有1到2戶人家在裡面住。具體裡面是什麼情況呢？我們邊走邊說吧。這裡呢是50年前搭建的一條簡易的橋，這個上面的全部是這種麻石，長條麻石。然後這裡看村民種了很多蔬菜在這裡。這個山谷裡面呢還是非常的清靜。你看現在天氣稍微暖和一點以後啊，鳥兒啊就開始歡快的叫起來了。好，我們現在來講一講這個山谷裡面的一個相關的歷史。山腳下的剛剛這位大叔呢說，這個山谷裡面50年前，這裡屬於一個對越自衛反擊戰的一個指揮中心，但是具體是不是我們也不清楚。反正這個位置在以前啊，這裡面屬於部隊駐紮過的一個地方，只不過50年後這裡已經廢棄了，要不然呢我們也不會到這個地方來。這個山谷目前完全是處於一個
廢棄的狀態了。只不過呢，就是在兩側啊，還是會有山谷的入口處的村民在這裡種一些菜。這個山谷目前看起來是非常荒涼，但是50年前這個地方人來人往，非常的熱鬧繁雜。當然咯，這裡面不是誰都能進來，因為剛剛我有說過，這裡面啊以前屬於一個軍事禁地了。只不過現在呢，已經不需要它作為一個指揮中心了。現在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溪谷的水呀，非常的大，因為前2天呢下了好大的雨，然後這裡面的水啊，你看看，非常非常的清澈。在戰爭年代，越是這種山裡面呢，待的一些人吶，還有一些資源吶，都會往山裡走，尤其是在在70幾年、50幾年的時候，國際社會啊都不是那種非常安定的時候，大家都做軍事竞賽啊，軍事裝備的一個展示啊，還有相互的一個威懾啊，導致呢很多人呢都會往山裡跑，相對來說山裡呢可能會更安全。這裡的路都是泥巴了，現在看起來我們走進去可就不是那麼好走了。整個路面，因為前段時間下雨，這個地上全部是稀泥泥巴路了，我們只能夠慢慢的往前走了，看看前面是否還有人家在裡面居住。因為剛剛還沒來得及問這位叔叔，他就急匆匆的去到山腳下了，所以我們現在只能是自己循着路往前走了。這一條路呢，屬於一條青石板路，只不過這裡已經徹底廢棄以後啊，就沒什麼人走了。在山谷入口處，他們告訴我上面是有2棟房子，說有人住，但是看到現在這種情況，應該是沒有人住了，因為看上去完全是屬於荒廢的狀態了。不管是老年人還是年輕人，走到這條路上，都是一件比較艱難的一條路。我現在腳上全是泥巴了。大家看到我左手邊，看這裡全部布的是管子，全部是從山裡面布下來的這種水管。接的山泉水一直接到他們自己家裡，然後還有廢棄的这種零食袋在路的邊上，然後溪流裡面也是好多這種水管。幸好這2天出了點太陽，要是早2天過來，這個地方都沒法走。全部是稀泥以及雨水、露水，但是目前過來都是泥濘不堪的一條路了。這座山看起來是一座石頭山。全部是這種大塊的石頭，剛剛忘記問這位叔叔到這個山裡面來是做什麼，因為看起來他很有急事，只是簡單的寒暄了一下他就走了。我都還沒來得及打開這個相機，在山谷裡也好，峽谷裡也好，還是高山之巔也好，在任何年代啊，它都有它的一些價值。我怎麼會這麼說呢？首先第一個啊，比如說我們在遠古時代住在這裡面，因為那個時候動不動就是兵荒馬亂，
爾虞我詐、權力爭奪，導致很多人他們就會逃難到山裡面，過上隱居與世無爭逃難的生活。到現在經濟發展時期呢，很多人呢就追求田園生活、安逸的生活，能夠希望喝上一口沒有受污染的水，吸上一口負離子滿滿的空氣。另外呢，吃上沒有高科技產品的一些零食還有雞鴨鵝等等這樣的蔬菜水果、肉類。所以也就是我剛剛講的了，在山裡面，不管在什麼年代，都有它不同的歷史定位。這樣看起來，它這個管子這樣牽過來，我們走過來，走了接近有20分鐘了，走了接近1公里多路了。目前看起来還有很遠的距離，這個山谷還會比較長。然後右手邊呢，就是山谷裡的這條溪流，也全部是這個石頭沖刷過後的一條溪流水了。大家现在看到我的左手邊，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有人居住過，因為你們看，這裡都有用石頭堆砌而成的這種圍牆。以前這個地方應該是一個村落。對了，沒錯，天福剛剛說了，這一側看它累積的這個牆面相當於牆面了，應該這裡是一個牧場或者是一塊田地。正常情況下，石頭它不會是天然形成這種堆砌的形式，這是完全是人工干預過的。然後呢，我的左手邊我們能夠看到非常非常多的树莓，野生的樹莓。树莓的營養價值非常高，大家不妨可以去搜索一下。而且这种野生的树莓非常的清甜，也就是我刚刚講過，很多人現在開始講究這個綠色食品、綠色生態。那是一個鳥巢嗎？然後這個上面看上去不像是鳥巢，是一個蜂窩，馬蜂窩，已經非常大的一個馬蜂窩了。夏天的話可能就會有危險，現在冬天馬蜂它的攻擊力就不會有那麼大了。現在的人住在這個大山裡他們要解決幾個問題，就是第一個水資源，再一個是電力，第二個就是網絡，第三個就是有一條還算比較寬敞的路，但是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屬於非常崎嶇不平，而且整個這條路屬於一個荒廢的狀態下。夏天到這裡來，蚊蟲會特別多，可能還會遇到蛇這樣的爬行動物。但是不管怎麼樣，這條路我們一路走過來，這個水管一直延伸到了山谷的最裡側，所以平常這條路山下的村民可能會經常的走動，因為山下的村民跟我們講，他們時不時會到山頂上這裡來打水。剛剛天父有講過，這個山谷裡可能100多年以前，這裡呢是有人類居住活動過的地方，只不過呢在50年前，這裡把它變成了一個臨時的一個軍事基地。到後期隨着這個國際局勢已經有所改觀，再加上現在都是一些高科技的東西出來，所以在山谷裡面這些天然的優勢已經慢慢的就顯現不出來了。整個這條山路非常的難走，尤其是下過雨後這個路上非常的濕滑。
這樣看起來，這個山谷還挺長的。走到這裡，視野就变得開闊起來了。那兩個是什麼水果？我們看一看，這兩個水果不知道，已經变黄了，非常的與眾不同。在山裡面，這種野果子非常多，叫不出名字的。還有一些花鳥陳樹，也不是很常見。现在看看我鏡頭的這一面，以前這裡是可以上去的，你看，全部是通過人工一塊石頭一塊石頭這樣把它垒砌起來的，非常的工整，一直延到山頂上去。所以刚刚那位大叔，因為他是本地人，所以他知道這個山谷裡面以前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，他一清二楚。那麼我們的對面呢，這一塊呢已經荒廢的地方呢，肯定以前也是有人居住，也是有人住在這旁邊，因為住在這個山裡面啊，是不缺水的。然後呢，這裡呢再種上點莊稼也是沒有問題的，自給自足還是能解決。當然，糧食種稻穀可能就要到山口處了，因為山口處啊是一個比較開闊的地帶，而且山底下的那些田吶，所需要的水資源呢，全部是這個山谷裡面的水一直流下去的。現在看來，我們就已經快走到沒有路的地方了，全部屬於石頭小溪流了。好吧，我們簡單的再往前走一走。哎，現在看到沒有？這裡又是非常有規則的、有規律的，這個石頭一層一層把它疊起來了。所以這個地方以前它這裡是一個牧場，這裡也是有人居住的。所以說啊，以前這個地方不管你有多熱鬧、多繁華，甚至是多麼顯耀的一個地方，但是經過幾十年、上百年、上千年的一個歷史演變，可能這個地方啊就失去了它往日的生機以及它的一些功能顯耀。就好比我們現在要什麼去嘉峪關吶、去長城啊等等，在1000多年前，他們都是一些非常顯耀的關口，但是隨着現在社會的發展，他們只能是作為一個旅遊景點了，已經失去了他們以前統治階級為了維護一方安定、社會繁榮所建立、所修建的一些城牆堡壘。好，我們現在繼續往前面走一下吧，再走個幾百米，看看裡面到底還有沒有人。這個地方原本以前是可以拐彎上去的，只不過呢，當地人用這種樹枝編成了一個柵欄，把它圍起來了。我們先沿着這個溪水，踩在這個石頭上面往前面走。對於一些喜歡深山探險、溯溪的朋友，還有一些特別喜歡出來旅遊的一些驴友們吶，這條路啊還是非常推薦大家過來。安靜，沒有人來打擾，整個這條路呢也不是特別的新險，只是路面啊就屬於這種泥濘不堪、非常小的一條通道。然後呢，就主要是大家在夏天過来的時候要注意防蚊蟲的叮咬，以及被一些摔傷跌倒的一些藥品。根据我們左側的這些水管，應該還要往裡面走，所以如果我們走到這個水管的盡頭，也就意味着村民啊，他們取水的最終目的地在哪裡？所以當地的村民啊，也是捨得下血本。他們為了取這個山谷裡面的山泉水啊，
埋的管子啊，最少都有5公里左右。这里以前应该是有一条路的，只不過这里没有人維護以後啊，比如說是發比較大的這個山洪啊，把這條路基啊徹底給沖毀了，所以呢，這裡就只留下了一條溪水通道了。看起來我們應該是走到這個山谷的盡頭了，因為我們這裡看到好大一個水桶，山下村民在這裡弄的。它這裡這個水桶應該都還是一個增捲站，把山頂上的山泉水啊全部接駁到這個水桶裡面，然後這一側呢，它有接了一根水管一直流下去。所以山下的居民啊，他一年四季都能夠喝到山上面的這種山泉水。而且這一個位置呢，以前也是一個牧場來着，或者是一塊田地、菜地來着。這個面積差不多接近有3分地了。這些樹木啊，看上去應該是一些經濟作物，只不過可能果實啊，到冬天以後啊，都掉落了，已經看不到了。整個這一片，我們可以看到非常多這樣的石頭壘砌的這樣的一個屋場形式，全部都是這樣搭建壘建起來的。所以以前這個地方在40、50年前，絕對是一個比較熱鬧的地方。刚剛我又說錯了，那個水桶那裡啊，只是一個增捲站而已。到了這個位置啊，居然能夠看到6、7根這樣的水管。這裡還有重新捲接的這個水管捲接頭，所以還要往裡面走。這樣子看起來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是一個頭啊？難道莫非上面會有瀑布？好，這樣子看起來，前面這個山谷還有好長好長，而且我們現在前面都是這種天然形成的這種大塊石頭，所以在夏天的時候，剛剛天福有說過，小朋友啊可以到這個地方來溯溪，到這裡來玩水，而且這個水面。你看，清澈見底。這個水底下方啊，還有一些不知名的一些微生物。这個石頭縫裡都被這個溪水沖得非常的光滑了。這一塊呢，就是村民用水泥啊，把它重新固定了一下。走到這裡，我們就好像沒法繼續往前走了。這裡像是已經走到沒有路走的地方了。正常情況下，
前面還有路可以開闢進去，只不過呢，可能山底下的村民啊，他們身上要是帶的工具啊，還是可以繼續往前走的。只不過呢，我們今天呢就沒辦法再往前走了。裡面看起來，这個溪流峽谷啊，還非常的長，而且這個水管還一直延伸進去。好，我們就在這個位置飛一下無人機吧。甚至我到這個地方，我還發現一個非常特殊的，這看上去像電線一樣的東西。難道這裡還可以通電，把水抽到下面去嗎？好了，觀眾朋友們，我們就沒辦法繼續往前面走了，因為大家看到我身後啊，已經完全被溪水給淹沒了。只可惜我們今天沒有帶雨靴，不然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往前面走的。我們剛剛也用無人機探尋了一下，發現啊，距離這個溪水的發源地還有幾公里。按照道理講，我們是可以繼續徒步往前面繼續探尋的，只可惜我們並沒有帶雨靴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我們沿路上一直都是當地村民布置的这種水管，一直往山谷裡的溪水发源地延伸。可以看出啊，山底下的村民為了喝上一口純天然無污染的山泉水，可是不惜耗費了精力和財力。站在這裡啊，我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，聆聽着潺潺的流水聲，讓人感覺非常的治癒。在這個山谷裡面，我們雖然沒有遇到當地的村民以及房屋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發現這裡以前有人們生活過的痕跡。好啦，本期的山谷探險之旅到這裡就結束了，感謝大家的支持與收看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